你只要把開關按下之後呢，燈馬上就會亮。這件事情呢，你每天都在做，做到你根本就不會多想。但是呢，如果我今天跟你講這句話，你大概不會相信。電線裡面的電子呢，其實慢到誇張，慢到什麼程度呢？1秒鐘連1毫米都跑不到，跑得比蝸牛還要慢。可是呢，你只要手指一按，燈幾乎又是一瞬間就亮起來了。一邊是慢到看不出在動的電子，另一邊呢是快到你反應不過來的燈光。這兩件事情到底怎麼會同時成立的？大家好，我是 Engineer 蔡。今天的這一集呢，我會帶你從按下開關的那一刻開始，一路追回到你家的配電盤，把這一條電走的路呢，一次講到你完全聽懂。先給你把今天討論的範圍講清楚，從你按下開關開始，經過回路、開關、燈具，最後呢一路追回到你家的配電盤。這一條路呢，我們今天一次講明白。今天呢，我們只要把這條關於電的路講清楚之後呢，我們只要討論到跟電有關的東西，你都可以有基本的了解 ，OK 嗎？那我們就開始咯。我們先來解開開場那個最怪的矛盾：電子的移動速度這麼慢，燈呢到底怎麼可能做到秒亮？而答案呢，其實比你想象的簡單很多。而關鍵呢，就在一句話：電線裡面呢，本來就塞滿了電子，你不用等電子從開關跑到燈的那邊，其實燈那邊線裡面本來就塞滿了電子，根本就不用它跑。我可以給你一個畫面，讓你1秒鐘就聽懂。你可以想象一個水管，裡面已經灌滿了水，一點間隙都沒有。現在呢，你在這一頭只要輕輕一推，另外一頭會怎麼樣？它會馬上出水嘛，對不對？但是呢，你注意，從那一頭噴出來的那一滴水啊，根本不是你前面剛剛推的那一滴。你推的力量呢，瞬間就傳到了底，可是水本身呢，幾乎沒有移動多少。而電呢，也就是這樣。當你按下開關，回路接通的那一瞬間，不是電子從頭衝到尾，而是一種推力，用接近光速的速度呢，沿着整條電線一路建立起來。而在工程上，這個推力呢，我們把它叫做電場。電場一到，整條線的電子呢，幾乎同時動起來，包含燈裡面的那些電子呢，也會一起動起來。電子一動就有電流，有電流呢，燈就發光。所以你感覺到的是秒亮，但真正傳開的是電場的變化。OK， 講到這裡呢，我再送你一個更狂的冷知識：你家用的是交流電。交流電是什麼意思呢？意思是推的方向會不斷的來回改變，而不是固定往一邊推送的。台灣呢用的是60赫茲的交流電，也就是每秒呢會完成60個週期。所以呢，線裡面的電子根本就不是一路往前跑，它呢其實一直都在原本位置附近做來回的移動。最後再補一個你一定有遇過的狀況，有一些老燈泡呢，你按下去之後，它會慢半拍才亮起來。而那個慢呢，不是因為以前的電子跑得比較慢，是因為燈絲呢要先被電流給燒熱、預熱起來。當熱夠了之後呢，它才會發光。好，我們第一站呢講清楚了為什麼電可以傳遞得那麼快。第二站，如果你今天只能夠記住一句話的話呢，我們就記住這一句：電流一定要走完一整個完整的圈。我們給它一個名字呢，叫做完整的回路。什麼叫完整的回路呢？很多人會以為電跑到燈，把燈給點亮了，它的任務就結束了。但其實不對，電呢到了燈，事情只有做到一半而已，它一定要再走回去，出去一趟，回來一趟，繞回一個完整的圈，這樣子呢才叫做一個完整的回路。那在我們家呢，這個一去一回靠的是哪兩條線？第一條叫做火線。火線呢負責把電給送出去，第二條呢叫中性線，中性線負責呢把電給帶回來。一去一回，這個回路呢才會完整。那你可能會問，不是有3條線嗎？那還有一條是什麼？第3條呢，則是接地線。接地線呢是專門管安全的，在平常的時候呢，它不會參與這個發光的回路。接地線的故事呢非常重要，我們之後呢會再專門出一集來講解。OK， 那開關在這個回路當中的哪裡呢？開關呢，其實是我們故意在這個回路上所留的一個缺口。當缺口打開的時候，回路就斷了，我們把它叫做開路，電走不動了，燈呢就不會亮。那我們手指一按呢，把這個缺口給接起來，回路就完整了。這件事情呢，我們把它叫做閉路，電走通了，燈呢也就亮了。其實呢，這個回路呢就藏在我們家的燈當中。OK， 你有沒有看過燈泡明明是好的，卻一直在閃？很多時候呢，是因為線頭鬆了，所以接觸不良。回路呢一下子呈現有接上，一下子又斷開的情況，燈呢就會跟着回路的狀況跟着一起閃。所以呢，這件事情濃縮成一句話就是：沒有完整的回路呢，就不會有電流。那沒有電流的情況下，燈呢也就絕對不會亮。OK， 來到第3站，我們來看開關本身。
開關這個東西呢，我們每天都在按，但是10個新手呢，有9個對它的理解可能都是錯的。開關在這一條路上呢，它只做一件事情，也就是決定這條回路呢到底是通還是不通。它呢其實就是一道閘門，但是這道閘門呢關起來，回路斷開，燈呢就滅；當閘門打開，回路接通了，燈呢就亮。它不負責生產、儲存，也不會推送電，它呢只負責回答一個問題，就是這條電路呢現在能不能夠走？在這邊呢，我要補上一個實務上很實用的概念，你可以先記着。當我們在安裝的時候呢，原則上開關呢要接在火線的這一邊，但是呢，如果當我們在做維修的時候，你不能夠太相信前面的這個原則，因為呢，我們永遠不知道上一個安裝這個線路的人會是誰。OK， 第4站，開關接通了，電終於來到了燈具。那燈具在這條路上叫做什麼呢？它有一個名字叫做負載。負載呢，你先不用想得太複雜，用白話一點來說，就是這邊呢是真的把電拿來做事的地方。你可以注意到前面所說的火線、開關，它們其實都只是路而已，本身呢幾乎不會把電能給用掉，它只負責讓電通過。一直要到了燈具，事情呢才會真的發生。電流呢通過燈裡面，在這裡面做功，把電能轉換成光和熱。所以在這一條路上呢，真正把電能轉換成有用東西的就是這個負載。但是呢，有一點很容易被忽略的，電呢不會留在這個燈裡面，它不是進去了就不出來了。電流做完功、發完光之後呢，它還會繼續往前走，沿着中性線再繼續往回走，走回哪裡呢？也就是這條路的起點，同時呢也是這條路的終點，家中的配電盤。你看這個回路呢，馬上就要接起來了，而我們離配電盤呢也只差最後一步而已。來到了最後一站，我們要從燈一路倒着追回去，追到牆壁裡面的那一塊配電盤。那給燈具供電的它到底長什麼樣子呢？它呢不會是一條單獨的線，而是從配電盤拉出來的一整條支路，包含火線、中性線，一去一回都算在這裡面。而這條支路呢有一個名字，我們把它叫做照明分路。它呢就是專門負責把電送出去、點亮燈的回路。現在呢我們把這整條路用照明分路從頭串一次來。電呢，它從配電盤出發，走上火線，鑽進牆壁，爬過天花板，來到了開關。穿過開關這道閘門呢，爬上燈具，在燈具裡面做功發光。然後呢，沿着中性線再一路繞回到配電盤。OK， 你有沒有看到，在今天這張簡化圖裡，火線呢從配電盤這邊出去，中性線再回到配電盤這邊，到這邊呢，這一盞燈的完整路徑呢，我們今天就把它找到了。那我們今天呢，就會追到這個配電盤為止。至於配電盤的裡面，它怎麼進行分電的，斷路器呢又是怎麼保護你，那一整塊的配電盤又是怎麼樣設計出來的，我們之後呢會在一集一集慢慢打開來講。最後呢，我要用一個真實案例，讓你知道完整的回路這個知識點為什麼那麼重要。因為這句話呢，不只是拿來解釋燈為什麼會亮，它呢也是一個很重要的安全概念。在2024年的時候，有一間工廠的一盞燈壞掉了，現場的工人呢，在拆開庫板、移除開關之後呢，誤以為那條接往壞掉燈的線路呢已經沒有電了，所以呢，他們就沒有把照明回路給切斷。那裸露的線頭呢，也沒有去做絕緣包覆。你還記得我們第2站說過那句話嗎？燈不亮只能夠證明電流沒有走完正常的那一條路，並不代表那一條線已經沒有電了。後來呢，當他們要把電線傳回庫板的時候，其中一條仍然帶電的線碰到了金屬庫板本身，而當時負責支撐庫板的工人呢，電流就從他的雙手進入到身體，再從右腳流向大地。OK， 你要注意的是，原本那一條照明回路雖然它沒有正常的在工作，但是帶電的線、金屬庫板、人體還有大地卻接成了另外一條電流走得通的路。而這一條路呢，並不是我們前面畫的那一條正常的照明回路，而是一條穿過人體的故障路徑。但是呢，僅僅是這2-3秒的接觸，最後這名工人依然沒有被救回來。所以今天呢，請把這句話帶走：燈不亮不代表沒有電，就算燈壞了，開關拆了，中間都已經斷了，只要那一條火線呢還連着配電盤，它的那一側就可能還帶着電壓。只要它遇到另外一條路，能夠讓電流走得回去，就算那一條路呢是走人體流向大地，電流呢還是一樣會在那一瞬間就出現。這個呢，也就是為什麼一盞明明不會亮的燈，旁邊的線都還是可能會要人命。OK， 如果今天這一集呢有讓你對於電這件事情有多一點的了解，歡迎幫我按讚、訂閱小鈴鐺。這個頻道呢是專門帶零基礎的人一步一步的了解電工的世界，並且呢可以找到適合自己的入行路線。也歡迎你留言告訴我，接下來呢你最想要了解的是哪一個主題。下一集呢我們就來聊聊一個完全零基礎的人想要進入電工這一行呢，最常見的3個入口是什麼。我是Engineer蔡，帶你看懂電工世界。我們下一集再見，拜拜。